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加密货币历史上可以说是最黑暗的一天。我们要来剖析一场市场大崩盘，它表面上看起来像是意外，但你若仔细去看，会发现，疑点真的非常多。你知道吗？根据估计，光是那一天，整个市场蒸发的总价值可能高达4000亿美元。4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？这比很多国家的全年 GDP 还要高哎！而这一切就在短短24小时之内全部化为乌有，这绝对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单日清算事件。不过，问题来了，这真的只是一场单纯的市场恐慌吗？散户吓到了，所以集体抛售吗？还是说，这背后其实有更黑暗、更不为人知的故事？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深入挖掘一下，看看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首先呢，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件事，这次事件它不只是一次什么市场回档修正而已，完全不是，它是一场毁灭性的清算瀑布。那个规模大到什么程度？就连后来恶名昭彰的 Terra/Luna 崩盘，还有 FTX 交易所倒闭，这两件大事加起来都远远比不上它。大家可以直接看看这张图表，这个长条图是不是完全不成比例？这次事件的规模你真的没看错，几乎是之前那几次历史性崩盘加起来的整整10倍。哇，这也揭露了一个很可怕的真相，就是到底市场上有多少交易者在玩这种高风险的杠杆游戏？好，那事情发生后，很多人就会开始找理由嘛。他们把矛头指向当时的新闻事件，想为这场崩盘找个合理的解释。可是，如果我们静下心来仔细看看，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官方说法，其实充满了疑点，根本就站不住脚。当时最主流的说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怪罪给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啊，还有当时美国总统川普又发了什么推文。但我们说真的，你静下心来想一想，光靠这些因素，真的有可能引发这么大规模、这么快速的崩盘吗？恐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真相是什么？真相就是这场崩盘100%是人为的。当时那些沸沸扬扬的新闻，说穿了，只不过是被拿来当做一个完美的烟雾弹，好掩护一场精心策划，而且是故意的狙击行动。所以，这些躲在背后的黑手，他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？OK， 接下来我们就好像在拆解一颗定时炸弹一样，一步一步来还原这次的操纵手法。大家看看，这根本不是什么随机的市场混乱，它完全就是一套写好的剧本。从一开始的布局，接着用力砸盘，然后让交易系统瘫痪，到最后一步收割，每一步都经过精密的设计，而目的自始至终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清算掉市场上越多交易者越好。而这张图真的可以说是完美呈现了当时那种绝望的场景。你看左边是我们这些普通交易者，你没办法设定停损，没办法抄底，你甚至什么事都不能做来保护自己的资产。但你看右边，交易所的清算系统却像一台精密的德国制机器一样，完美无瑕地执行了所有程序，确保每一个开杠杆的账户都被强制平仓。你问这一次的操纵到底有多极端、多夸张？我们直接看这个例子，像是 Cosmos，ATOM， 这是一个很成熟、很有名的大项目了吧？结果在某些交易所上面，它的价格竟然在短短时间内被砸到只剩下$0.001，几乎等于归零了。你想想看，这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市场里面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当然，在这一场冷冰冰的金融数字游戏背后，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那种毁灭性的人性冲击，还有一个个真实世界里的悲剧。这些事件所造成的人命代价是巨大而且真实的。当时有一位乌克兰的加密货币网红，
他在这次崩盘中被完全清算，资产归零之后，很不幸的，他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这件事情真的很痛苦的在提醒我们，图表上那些跳动的数字背后，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还有他们的家庭。好，所以这就带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：如果这场游戏打从一开始就可能被人操纵，那身为普通投资者的我们，到底该怎么保护自己呢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玩愚蠢的游戏只会赢到愚蠢的奖品。消息来源认为，在一个已经被严重操纵的市场里面，你还选择用高杠杆去赌身家，这本身就是一场你注定会输的游戏。因此，最多人推荐的策略，其实说穿了，非常简单，甚至有点无聊，那就是不要再试图去预测市场的涨跌了，也别再想着要抄底。你应该采用的是定期定额投资，也就是不管现在价格是高是低，你都定期投入固定的金额，让时间来帮助你稳定的累积资产，这样才能让你摆脱短期市场波动的困扰。好，再来是第二个关键的教训：不是你的私钥，就不是你的币。这句话你一定要记在心里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把你全部的资产都放在交易所的账户里，那你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拥有它们。所以你应该把你打算长期持有的资产从交易所提出来，存放在你个人可以完全掌控的冷钱包里面。这样才能确保，不管交易所未来发生什么事，不管它是又被操纵了、被骇客攻击了，甚至是突然宣布破产倒闭，你的资产都能够安然无恙，而且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中。OK， 我们现在再回头看看这张图表，其实这里面藏了非常有趣的线索。它显示了当时清算量最高的几家交易所，也等于是标示出了灾情最集中的地方。诶，看到这个数据这么高度的集中，我们就忍不住想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就是这几家交易所出事？整件事情可疑到什么程度？可疑到连竞争对手的交易所执行长都看不下去了。他直接公开呼吁，监管机构应该要去调查这些平台。他质疑这些交易所是不是为了要让自己的清算收益最大化，而在最关键的时刻故意限制用户交易，甚至是直接拔掉网路线。看完这一切，最终留下了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想一想。在一场游戏规则可能随时会被改写，随时会被庄家操控的游戏里，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呢？